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科普博主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——鸽蛋的鸡。说到腌鸡，可能很多北方的朋友第一反应是，鸡还能腌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但你要是去南方，尤其是两广、福建这些地方，那腌鸡可是餐桌上的硬通货，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，没有一只腌鸡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办了酒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同样在中国，为啥南方人把腌鸡当宝贝，北方人却连听都很少听过？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饮食密码？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。首先，咱得先搞明白腌鸡到底是什么鸡。腌鸡说白了就是被阉割过的公鸡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把小公鸡的睾丸给摘了。这东西在南方还有好多外号，县鸡、山鸡、熟鸡、太监鸡，说的都是同一回事，你可别觉得这是什么现代发明。腌鸡这门手艺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了，早在商周时期，古人就掌握了这门技术，到了明末清初，腌鸡更是成了给皇帝进贡的贡品，那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高，而且不光中国有，国外也吃腌鸡。你去那种比较高档的西餐厅，菜单上可能会看到 capon 这个词，那就是腌鸡。意大利、法国、土耳其、美国、加拿大，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吃腌鸡的习惯。所以说，腌鸡不是什么黑暗料理，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国际美食。那腌鸡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这可是个技术活。一般来说，小公鸡长到2-3个月，体重在250克到500克左右的时候，就是最佳阉割期。这时候的小公鸡刚进入青春期，睾丸还不大，手术风险低，恢复也快。传统的腌鸡师傅工具都挂在腰上，一把小刀、小剪、小钳、镊子，走南闯北，走村串户，户主只要远远一指哪只鸡，师傅抓过来就能动手。先把鸡固定好，在腹部切个小口，然后用一个叫扩张器的工具把切口撑开，再用镊子把2个淡黄色的睾丸给夹出来。整个过程快得很，熟练的师傅几分钟就能搞定一只，切口一般都不用缝消个毒，撒点消炎粉就行。你别说，鸡的恢复能力还真强，没过几天就能活蹦乱跳了。当然，现在也有化学阉割、中药阉割的方法，比如喂白胡椒、五味子什么的，但最常用、效果最好的还是传统的手术法。你可能会问，好好的公鸡为啥非要给人阉了呢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公鸡被阉割之后，那变化可不是一般的大。首先，最明显的就是性格变了。没阉的公鸡那叫一个好斗，整天打架斗殴，啄别的鸡，还会跳墙乱飞，容易走失受伤。而且公鸡性成熟之后，整天就想着追母鸡，心思根本不在吃饭上，能长肉才怪。阉了之后就不一样了，雄性激素一降，公鸡立马变得温顺起来，不争不抢，和母鸡小鸡都能和平相处。农户养起来那叫一个省心，不用再担心鸡群里天天打得鸡飞狗跳。其次，肉质变了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没阉的公鸡运动量大，肉质又老又柴，还有一股很重的腥味。尤其是性成熟之后，那股膻味没点重调料根本压不住。阉了之后呢，公鸡运动量减少，心思全在吃饭上，营养都转化成肉了，那肉质又嫩又鲜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而且完全没有腥味。鸡皮也变得细腻爽滑，吃起来那叫一个香。南方人做白切鸡为什么首选腌鸡？因为白切鸡这道菜吃的就是原汁原味，皮要爽，肉要嫩，还不能有腥味。普通公鸡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，一煮就老，还腥得慌，只有腌鸡才能完美胜任，而且腌鸡长得还快。因为不用消耗能量去打架，去追母鸡，吃的东西全用来长肉了。同样的饲养时间，腌鸡比普通公鸡能重不少，养殖户也划算。还有个有意思的点，腌鸡的毛色会变得更漂亮，羽毛更有光泽，尾巴也更长，看起来油光水滑的。南方人过年过节买鸡，就爱挑这种毛色好的，看着就喜庆。说了这么多腌鸡的好处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这些好处是客观存在的，为啥就南方人吃，北方人不吃呢？这就得从南方的饮食文化说起了。
首先，南方气候温暖湿润，特别适合养鸡。你看两广、福建这些地方一年四季都暖和，鸡也好养。而且南方人爱吃鸡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广东人有句话叫无鸡不成宴，不管什么宴席，桌上必须有只鸡，不然就不算正经宴席。市场需求大，自然就催生了腌鸡这个行业。在南方农村，几乎村村都有腌鸡师傅，这门手艺传了一代又一代。其次，南方人的饮食观念不一样，南方人讲究养生，讲究食材的本味。在两广地区，很多人觉得普通公鸡是发物，吃了容易上火，还可能诱发旧疾。尤其是夏天，谁敢吃公鸡肉，那不是找罪受吗？腌鸡就不一样了，性质温和，不燥不热，男女老少都能吃，尤其是那种养了1年左右的大腌鸡，在客家人眼里那可是大补的好东西。爱羹煲鸡汤、鸡炒酒都是用腌鸡做的。坐月子的女人、身体虚的老人喝上一碗腌鸡汤，那叫一个滋补。再者，南方的烹饪方式决定了对肉质的高要求。南方人吃鸡最爱白切、清蒸、炖汤，这些做法有个共同点，清淡。清淡到什么程度？白切鸡就是用清水煮，最多加点姜葱蘸料。这种做法对鸡肉的品质要求极高，鸡本身要是有腥味，肉质老，那根本没法吃，所以南方人必须用腌鸡。只有腌鸡的肉质才能撑得起这种清淡的做法。你去广东的菜市场看看，卖鸡的摊位上，腌鸡永远是最贵的。普通的鸡可能10几块一斤，好的腌鸡能卖到30-40块一斤，但即便贵，买的人还是多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腌鸡好吃，值这个价。那问题来了，腌鸡这么好，为啥北方人不买账呢？难道北方人不爱吃好吃的？当然不是，这背后啊，是南北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。首先，口味不一样，北方人做菜口味重，炖鸡、酱鸡、烤鸡，大料、花椒、辣椒、酱油，各种调料往死里放，炖出来的鸡香是香，但你能吃出多少鸡本身的味道？那就不一定了。在这种重口味的烹饪方式下，公鸡那点腥味、膻味根本就不是事儿，调料一加，什么味都给你盖住了。既然普通公鸡也能吃，那干嘛还要费那个劲去腌呢？多此一举吗？我有个山东的朋友跟我说，我们那儿吃鸡就得炖得烂乎乎的，调料放足了才香。白切鸡看着白花花的，一点味都没有，谁吃啊？你看，这就是观念差异。其次，北方人对鸡的审美不一样。北方人吃鸡讲究个形。什么叫形？就是鸡的完整，得有气势。大公鸡、红冠子、大翎子往桌上一摆，那叫一个气派。过年过节端上这么一只完整的大公鸡，寓意也好，大吉大利，雄赳赳气昂昂。腌鸡呢，鸡冠子萎缩了，尾巴也没那么翘了，看着光秃秃的，没精打采的。北方人一看，这鸡怎么蔫了吧唧的，是不是病鸡？能好吃吗？而且北方人还有个观念，觉得公鸡的睾丸是好东西，大补，你给腌了，把这么宝贝的东西扔了，那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在北方有些地方，鸡腰子那可是抢手货，比鸡肉还贵呢。再者，养殖方式也不一样，北方的养鸡业规模化程度更高，追求的是生长周期短，出栏快。腌鸡这事儿得额外请师傅，花人工，还要多养一段时间才能出栏，成本就上去了。从经济效益上来说，不划算。还有一点，北方人的肉食结构里，鸡肉的地位没那么高。北方人更爱吃猪肉、牛羊肉，鸡肉更多是个配菜，比如小鸡炖蘑菇，蘑菇才是主角。不对，鸡也是主角，但和南方那种无鸡不成宴的地位还是没法比。既然不是主食，那对品质的要求自然也就没那么高了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也看明白了，腌不腌鸡根本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而是南北饮食文化差异的问题。南方人精细，讲究食材本味，所以愿意花功夫去改良食材本身。为了让鸡肉更好吃，宁可多花成本，多费人工，也要给鸡来一刀。这一刀割的是公鸡的睾丸，提升的是鸡肉的品质。北方人豪放，讲究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调料放足，味道够重，吃得过瘾就行。至于鸡肉本身嫩不嫩，
腥不腥，那都不是调料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是问题。你说谁对谁错，其实都没错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不同的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孕育出不同的饮食文化。南方湿热，所以吃的清淡，讲究养生；北方寒冷，所以吃的厚重，讲究热量。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生存智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南北交流也多了。很多北方人去南方旅游，尝过腌鸡之后都赞不绝口，说原来鸡肉还能这么嫩，这么鲜。也有越来越多的南方美食传到北方，北方人的餐桌上也开始出现白切鸡、盐焗鸡这些南方菜，说不定哪天腌鸡也能在北方火起来呢。毕竟美食这东西好吃才是硬道理。好了，今天的科普就到这儿。你吃过腌鸡吗？你觉得腌鸡好吃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